之前我在跟我的老公谈恋爱的时候，有一年夏天，他提议到海边去游泳。我面有难色的跟他说自己不太会游泳。面有难色就是脸上露出一种感到有困难的表情。他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认为台湾是一个岛国，台湾人应该很会游泳才对啊。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吗？事实上，大部分的台湾人就跟我一样，不是不太会游泳，就是根本不会游，也就是俗称的旱鸭子。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有趣的文化冲击话题。为什么大部分的台湾人都不太会游泳？为什么游泳这项运动在台湾不盛行呢？答案可能会让你更吃惊。今天是 Mandarin Monday， 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有一点我想先澄清，我说大部分的台湾人都不太会游泳，代表还是有少部分的人很会游泳。如果你身边刚好有游泳高手，而且他刚好也是台湾人，那就是一个特例，也就是很特殊的例子。那到底为什么在四面环海的台湾，游泳却不那么盛行呢？第一个原因是游泳池不够多。不但各大城市的游泳池不多，也很难找到有游泳池的学校，设备严重不足。所以即使学校体育课里有游泳课，实际上也很难安排场地，通常都需要排队。第二个原因是适合游泳戏水的海滩不多。你可能会说，游泳池不够多没关系，那就去海边游泳啊。问题是，台湾虽然四面环海，有很长很美的海岸线，但适合游泳的沙滩却不多，设备完善的海水浴场就更少了。海水浴场就是一个有管理和安全设施的海边区域，通常都会有洗手间、更衣室、冲洗区、置物区、停车场等设施。最重要的是有救生员，让游客能比较安心的游泳、戏水或做水上活动。例如台湾的福隆、白沙湾、垦丁等海水浴场。台湾西部的海岸大多是工业区，比如高雄港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工业港口。从小在高雄长大的我，去高雄港通常是去看海或是吃海鲜，不会跳到被污染的海里游泳或玩水。而
而台湾东部的海岸大多是石头或断崖，虽然风景非常漂亮，但是不太适合戏水。我想，再怎么厉害的游泳高手，也不可能从断崖跳下去游泳吧。Hi, I'm Elena. I've been a Mandarin teacher for over 15 years, teaching everyone from big corporations to major universities. I truly believe immersion is the key to fluency. If you want to improve faster, join my free newsletter at makingsenseofchinese.com for useful lessons to help you speak more naturally. Now, let's get back to immersion. 第三个原因是家长不太重视小孩的游泳教育。现在年轻的家长已经越来越重视，但老一辈的家长思想比较保守，比较传统，认为水上活动太危险，所以不太重视，甚至有些人还会禁止小孩游泳。比如我小时候上过画画、钢琴、书法、电脑等各式各样的才艺班，唯独没有游泳。如果不是因为小时候在海边溺水的经验，我可能到现在都还不会游泳。如果你想听我学游泳的心路历程，顺便学习各种游泳相关的中文词汇，可以参考第107集的节目。第四个原因是，台湾人不太流行在夏天玩水。为什么呢？这个原因你可能会觉得很瞎，因为夏天有鬼月，大家不喜欢去海边或河边玩水，怕会被水鬼抓走。很瞎或很扯是台湾人很常用的口语说法，意思是不合常理，很夸张。其实，在科技这么发达的现在，还是有不少台湾人会迷信鬼神。迷信是指一种盲目的崇拜或信仰。因为鬼月刚好在夏天，到河边或海边戏水被认为是个大禁忌，所以真的有很多台湾人会避免在夏天去海边游泳。如果你对鬼月这个中华文化有兴趣，可以参考第16集和第17集的节目，我在那2堂课里有更详细的介绍。第5个原因是，台湾人不流行在夏天到海边晒太阳。这一点对西方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文化冲击。如果你在夏天到台湾旅游或居住，你可能会发现很多台湾女生在大太阳下会撑伞，或是穿外套。这是因为大部分的人不希望被晒黑，
大家都希望拥有像西方人一样白皙的肌肤，而去海边游泳被晒黑的几率非常高，所以台湾人并不流行在夏天去海边游泳晒太阳，尤其是怕晒黑的女生。这个现象其实也很有趣，我之后会再做一集节目，专门来讨论这个话题。第6个原因是游泳教育不普及。以前的台湾教育，比如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学校基本上没有游泳课，除非是自己去报名游泳班，否则在学校几乎没有机会学游泳。一直以来，台湾的教育比较重视升学，不太重视体育活动，尤其是游泳更不被重视。一直到最近几年，台湾政府才开始积极推动儿童的游泳教育。因为我小时候有溺水的经验，所以我深深感受到游泳的重要性。它不只是一项很好的运动，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求生技能。在你的国家，人们重不重视游泳呢？游泳是一项很普及的运动吗？欢迎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分享。经常用中文留言，你一定会进步得很快哦。I hope today's lesson gave your Chinese a nice boost.You can get the lesson transcript with Pinyin and Zhuyin, a Mandarin vocabulary database, and other study materials at makingsenseofchinese.com/EFP. Ready for the next step? Check out this playlist and keep learning with me. See you there!